这是4.9块一斤的大麦芽，如何在家做成一瓶至少价值100多块的威士忌呢？第一步，研磨，跟啤酒的工艺一样，研磨成芯碎皮不碎，为的是更好的糖化。第二步，糖化，先将7升的水烧开，然后降至78度左右，再倒入2.3公斤研磨好的麦芽，搅拌均匀后，温度大约68度左右，这个温度保持3个小时就是糖化。第三步，过滤。这一步和做啤酒也一样，为的是把糖化好的麦汁过滤出来。最终2.3公斤大麦芽，7升的水过滤出5.5升，含糖量19%的麦芽汁。接下来晾2至常温。第四步，加酵母。跟啤酒的酵母有所不同，价格贵了很多，是威士忌专用酵母。最后搅拌均匀，安装单向排气阀，等待发酵。第五步，发酵。做酒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声音，大约24度的环境，第2天就开始剧烈发酵，10天左右的时间发酵结束。第6步，蒸馏。酒液出现了明显的分层，我先过滤出来些。大家都知道，发酵前加入啤酒花做出来的就是啤酒，但是唐朝以前是没有啤酒花的，那啤酒是什么味道呢？我装了一瓶没有啤酒花的大麦酒，加糖进行2次发酵，半个月后我再来品尝口感。那剩下的酒咱们就蒸馏成威士忌。我们都知道甲醇存在于酒头中，所以我先接出来20毫升的酒头，最后测甲醇含量。继续蒸馏后得54度的酒身480毫升，品尝下口感，杂味较多，整体沉闷且缺乏个性，不好喝。而我们得到了35度的酒尾249毫升，但明显感觉到浑浊，这2杯酒都不好喝。于是就有了接下来我们经常听到的第7步，2次蒸馏。把第1次蒸馏的酒身和酒尾倒入蒸馏器中，开火再次蒸馏，就是2次蒸馏，也有3次甚至更多次的蒸馏。但蒸馏次数越多，乙醇之外的香气就越少，所以并不是蒸馏次数越多就一定越好。这次稍微掐掉一点酒头，最终得66度酒身447毫升。再品尝一下，甘甜和麦香呈现在前口，整体滋味干净立体，但后口有些单薄。历史上阴差阳错的用了下面的工艺来弥补。第8步，木桶陈放。我们把蒸馏好的原浆倒入橡木桶，陈放几年后再降度灌装，就能得到最传统的威士忌，但成本也最高。后来有了一种类似的做法，就是酒中放入橡木片或珠，来模拟酒液提取木桶香气和滋味的过程，成本降低了10来倍。理论上，这2种都是酒液浸泡出烘烤木材的一些滋味，来增加酒的口感。所以我购买了同一木材的2种产品，并计算了2者的表面积，让酒液泡到木材的面积相同，这样开封时候的口感对比就更有说服力了。但这2种方式下来，时间成本其实都很高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也就有了第3种更低价的方式，几乎没有时间成本，那就是直接加入香精。他们甚至连大麦蒸馏酒都懒得用，直接在食用酒精中加入各种香精和焦糖色即可。正规酒的口感曲线是这样的，香精类科技酒的却是这样的。它们只能模拟出部分明显的滋味，但跟正儿八经的酒相比，差距还是很大。最后，咱们品尝一下没有啤酒花的啤酒。浓郁的麦香在前口，后口特别寡淡。如果说麦芽的滋味是啤酒的根基，那么啤酒花的香气才是啤酒的灵魂。所以缺少灵魂的啤酒肯定不好喝。最后再来测一下甲醇。原以为第1次蒸馏时的酒头甲醇会超标，但没想到只是微微有一丁点儿的发紫，但也在最低标准范围以内，其他的就更安全了。好了，剩下的交给时间，咱们一起等待橡木桶陈放后酒体的变化吧。父亲的生日在暑假，每年我和小妹都会回来，大妹回不来。小妹有时间是因为她从小的梦想。印象中小的时候，小妹对着家里的小狗能讲半天的课。我问她干嘛呢？她说她的梦想是当老师，在练习呢。而她的理由也很实际，她说老师有寒暑假，还能发工资，多好呀。梦想这事儿啊，还真让这个90后的她一步一步的实现了。我和大妹是80后的头和尾，小时候都没有梦想。她上班没有暑假，所以回不来。我一直迷迷瞪瞪的飘着，自由是有了，但梦想一直没有。奇怪的是，我父亲60后，他居然有梦想。以前的事让我们兄妹3人走出农村，靠着种地和做苦力完成了这个梦想。在以前到小时候的梦想是可以大块吃肉、大碗喝酒，当然这个也实现了。每年生日肉都是他来炖，
酒都是我来备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泸州老窖官方旗舰店买的新品金色未来。这款酒是泸州老窖100年系列新推出的中高端产品，以时间为主题，将历史文化和古窖池与古法酿造技艺相结合，酒体浓香馥郁，醇厚饱满，回味悠长。不同于特曲是传统的卤香，100年系列是窖陈味，这个酒是良香、窖香、草香的复合，口感非常不错，值得一试。这次生日宴聊得最多的是梦想，以前感觉很空的东西，现在觉得有用了。按照小妹的说法，梦想呢是一个又一个的目标，你只有有了，才能想着如何去实现。它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，让我们即使陷入了低谷，也不会迷茫，不会沮丧。我不想像以前一样迷迷瞪瞪的混日子了，在他们的指引下，我也有了梦想。我想写一本关于酒的书，最好8.5分以上。这就要求我接下来利用空余和碎片时间整理资料，分析借鉴好书的写作方式啊，等等等等。毕竟有一个8.5分的标准呢。哎，突然感觉自己的未来有方向后，人一下子就踏实落地了很多。你们也找到自己梦想了吗？便利店调酒主打方便又多样，是非常适合年轻人的鸡尾酒类型。今天亲测一期劲酒的便利店调酒公式，看看哪个更好喝。第一款调劲酒加旺仔吧，加冰可以让劲酒的香气更加清爽，所以都选用加冰的方式。一般我都会先按照1:1的比例先尝一下，结果发现旺仔的味道呈现不出来，我们试试推荐的配比。有了明显的改善，劲酒有提鲜和增加酒香的作用，丰富了旺仔的口感。如果想要酒味更重的话，可以按照1:2。好了，第二款调劲酒加橙汁吧，1:1的比例加入橙汁，橙味凸显不出来。再次按照推荐的配比，橙汁的风味得到了凸显，但两者的融合度非常一般。我们换个白葡萄槐花饮试试。我想要草本香气更浓郁，所以按照1:2的比例品尝一下。槐花香气出奇的美妙，整体滋味互补，口感浓郁，层次丰富，就2字：好喝。第三款调劲酒加气泡水，按照1:2的比例，先试验青竹葡萄柚风味，入口是劲酒的绵甜，后口是葡萄柚，回味又是酒香，简单又好喝的组合。那咱再换一下气泡水试试。健力宝的滋味完全被酒香遮盖，这个组合不合适。可乐的话，两种滋味扎堆呈现在前口，层次不够丰富，而且还有一点苦感，也不合适。这么看来，并不是所有的气泡水都适合调劲酒。第4款调劲酒加茶饮，直接按照1:2调冰红茶。红茶的滋味在劲酒面前略显清淡，但我又想要浓郁一点的酒味，所以我想到了刚才的可乐。重新开始，1份的劲酒，1份的红茶，1份的可乐。前口是酒香，中口隐约能感觉到红茶的滋味，可乐的滋味被转移到了后口，整体饱满了很多，层次也丰富了。还剩一点酒，把冰红茶换成茉莉花茶试试。茉莉花茶的滋味终究还是太淡了，红茶的滋味是隐约能感觉到，茉莉花茶的滋味是完全被覆盖掉了，不合适。综合下来，这几个组合还不错，可以按照1:4调酒，最终酒精度大约7度。像我喜欢酒味大一点的，可以按照1:2调酒，最终酒精度12度。这么多实验里，我认为最好喝的是跟白葡萄槐花饮的组合，简单又好喝。